看到射手6月工作职场健康会有一种外来的刺激啊，有很多峰回路转的情节，让你们要加强身体的斗志去应对的。比如说射手可能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要去适应，也可能需要去赶着交付什么东西，或者是要跟别人商议讨论，听别人的意见来最终敲定一些结果，也会有比较关键的一些1对1关系在这个时候影响着射手座的生活。那这个刺激呢会带来好的影响，也会有一些负面的。那好的影响呢，就比如说射手可能受他人的刺激激发了你渴望变得更好的一些决心，所以呢你就真的改变了。或者呢工作当中有谁走了，留了一个好的位置好的机会给射手座，领导问你去不去啊，射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时呢射手也有契机去承担力度更强的强度更大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在谈一些关键的合约项目，如果赢的话也许就能够拿下整个市场啊，或者是签订某个关键的合约啊，在6月末10天到7月就会有进账，可能下半年整个就不用再愁了。那也有的射手呢是你自己的专业能力此时会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会对外的体现出来被人看到，从而呢被更加定位成是自己是那种能力很强的被青睐的领导客户不可或缺的那一批优等的射手。那这个行运也会伴随一些负面影响啊，可能有的射手就是健康会经历一些磨难，尤其是急症啊、发炎上火啊、受伤啊，或者你太忙了很累，身心负担很大，也有的射手可能会去体个检，或者呢职场考场内部的竞争剧烈，内部人事有一些变动，有这种敌对啊、解约啊、谈不拢变仇人的这种情况。有的射手也需要去各种配合啊，工作可能应接不暇，很赶很急，过得像打仗一样，不论自己家里面或者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情况，工作一刻都不停歇，你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安排进度，或者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心自己会耽误自己的工作考试。但无论如何，大吉星木星都走到了双子座，又进入到射手座星盘的7宫，射手对于生活的一个归纳总结和想办法的能力会比以前强很多，记忆力也会变好。所以呢经由这段时间的一个体验，射手会更新的探索出一套更优化的待人接物的方法规律，更新对于自身身体以及工作做事的模式。就是说你6月啊在往前拼的时候，你已经有意识的在开始排一些主次了，不是说你找我啊我就接，我就立马去干，会先想一想，会跟对方谈条件，条件没谈好，你才没有付到，我就先不做。或者呢有一些觉得没有必要没有意思的工作，射手试了一下就会推掉，会去简化自己的一个工作量，因为你觉得自己太累了。那职场生活当中呢，6月人际一定是射手的核心，金木2大吉星都到了人际社交宫，意味着射手此时跟人互动交流关系弄得比较好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的工作和财它就是会很顺，捞财就是会容易。尤其是6月下旬，射手就有很不错的偏财运，偏财就是说从别人那边捞的财啊，别人打款给你，请客送东西给你，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跟别人关系交恶，或者说有一些曾经的一些业力关系，那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影响射手自己6月的工作和财。所以呢6月重人际轻任务保健康，射手各项大顺。如果你有什么关键的考试考核晋级这种没有过的话啊，其实是可以找关系找门路的。射手所有的事情在6月都会有一些可变的空间啊，可以去把握的。那爱情和社交方面的伴侣合作方是射手6月的贵人，家人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单身的话遇到的对象工作外在条件会是不错的。那有一个射手呢也会有机会定下往下一步，比如说谈订婚啊、谈彩礼啊、谈聘礼啊等等这些方向去走。有伴侣的话，彼此的一个尊重度和配合度也会变高，或者说你们此时也非常需要合力配合，不是以各自为政。那射手6月的情绪会很受伴侣的影响，会很在意对方的一些意见态度，当中呢双方可能会有一些小冲突，但是呢射手基本还是比较乖巧包容，因为射手本身就是有木星守护的星座。那土星在4宫，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都是命啊，那已经是一家人了，同一条船上的人了，那肯定是要坚持的，所以呢最终还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那这个时候你的伴侣给出的方案往往也是对射手有利的，他们的提议你们可以试一试，或者你的伴侣这个时候会把财拿回来交给射手座，不管用什么方式啊，你们6月都比较容易从伴侣那边获得好处。那在6月30日土星逆行之后呢，射手关于家里面的一些事情能够去稍微松下来一些负担，可以有所调和，或者说能够少管一些。那要祝射手座6月病愈安康，否极泰来，柳暗花明，晴空万里，幸运已开启，大家加油好运啦！我是安娜帆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私人生活，拜拜。